你知道蚕，即使它们可以离开茧，也没有嘴巴吃东西，它们的翅膀不会飞，最后只是产卵，然后死亡。人们是它们遭受这种命运的原因。嗨，大家好，我是 Emil。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就是最近非常红的恐怖游戏《空茧》。《空茧》是由日本开发商 Naruta Studio 开发的 3D 恐怖冒险游戏，以1980年代的日本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以蚕茧为核心寓意的爱恨交织的凄美故事。这集影片前段我会先讲述它的剧情顺序为了叙事方便会稍微调整一下，由于会剧透，所以大家自行斟酌观看。接着会聊聊蚕在这款游戏里的寓意，最后再讲讲我的心得。开头剧情讲述主角正场凑被父亲告知在老家的祖母深山卷的病况严重，父亲希望凑一起回老家看他，因为两人是卷仅剩的亲人，主角更是唯一还有血缘关系的人。凑一开始相当不情愿，因为他与卷婆婆的关系疏远，加上卷婆婆曾对他们隐瞒与他们关系良好的祖父佐伊过世的消息。之后在父亲的劝说下，凑只好答应。隔天到了诊所，医生说卷的状况不太好，建议转到大医院。父亲说要处理转院手续，便要凑先到卷的家里等。凑在家中等待，并做了一个梦，梦里回想起了卷曾对他说过的话，也就是影片最开头的那段话。接着凑梦到了母亲在铁轨前自杀的画面，最后出现了一个女鬼将凑吓醒。醒来后已经是晚上，父亲打电话告知凑今晚赶不回来，因为医生发现卷的脖子有勒痕，昏迷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凑只好在卷的家中度过一晚，然而晚上他却在门外发现了一个东西。他试图打电话寻求救援，但被女鬼阻止。之后便在深山宅邸内展开了一场边探索边躲避追击的冒险。凑在途中逐渐揭发深山家的秘密，首先是发现自己的母亲杰在成长过程中有时常口渴的特性，在喝水逐渐无法缓解后开始喝血。祖父佐伊骗他那是自己那边家族的遗传，对杰感到很抱歉，并时常陪杰一起喝血。凑发现自己确实也有偶尔口渴的特性。接着凑找到了深山家的家谱，发现卷其实还有一个姐姐叫做林乃。原本要与佐伊结婚的其实是林乃，卷则因为喜欢佐伊而嫉妒着姐姐，怨恨着自己未来也只能被许配给远方不认识的男人。然而他并不知道林乃其实并不喜欢佐伊，他只想跟卷一起快乐的生活。之后卷找机会将林乃独自一人留在山中。林乃过了1年竟然毫发无伤地回到深山家，却丧失说话能力。卷非常后悔自己做过的事，决心往后照顾好林乃。佐伊得知失踪的林乃回来后，屡次向岳父久兵卫要求见面，却以身体不适为由遭到拒绝。某天被召回深山家，久兵卫逼迫他若想见到林乃，就与卷结婚，并作为深山家的人活下去。佐伊一口答应，却没想到林乃一天一天变得不像人样。他也对在身旁照顾林乃的卷的神情感到诧异。另一方面，久兵卫在书房的资料中找到了世姬一词，似乎是会将女性变为怪物的疾病。只要找到一种叫做虚无的东西，就可以让怪物恢复成女性的姿态。之后久兵卫便致力于寻找虚无，然而过一阵子之后就下落不明。凑接着发现自己的母亲杰实际上并非是卷及佐伊的孩子，而是从变成怪物的林乃腹中取出的孩子，这就是杰为何嗜血的原因。也因此凑自己实际上也留有怪物的血液，而自己整晚一直在躲避的女鬼就是林乃。佐伊带着杰离开深山家，将杰抚养长大成婚，之后便回到深山家。他知道卷对于回到家的他感到排斥，但他依旧无法放下林乃。他也在宅邸找到了久兵卫的笔记，试着寻找虚无。被佐伊告知可能有方法救林乃之后，卷对自己曾经喜爱的佐伊感到不满，认为他只是一个因为林乃容貌改变而逃离的男人，现在又在讲些蠢话。害怕姐姐被佐伊夺走，卷狠心杀害了佐伊，决定靠自己一人照顾林乃。杰在得知佐伊过世后，瞒着丈夫与凑回到深山家，想向卷对话，却被告知自己母亲其实不是卷，而是变成怪物的林乃。最后杰因为无法接受而选择自杀。后段透过变成怪物的林乃的笔记，可以得知林乃仍保有部分的自我意识，但记忆逐渐被某种类似寄生物的存在取代。他唯一记得的只剩下卷。
开头有提到俊的脖子上有勒痕，那是因为俊知道自己的病况严重，大概撑不了太久，决定自我了结。最后是林乃将昏迷的俊救出，并放到前院等待有人经过发现俊。最后凑与林乃在宅邸底层原本囚禁林乃的地方决战。这时玩家可以决定要将林乃杀死，或是放他走。如果选择杀死他，凑在过1年后回到深山家替已经过世的俊扫墓，并回忆自己当时了结林乃后，想着不能放尸体不管，结果却发现本该有尸体的地方只剩下一个破洞的巨型蚕茧，以及无数的蚕在地上爬着。最后要离开时，凑看见了远方的林乃，凑在心中向林乃喊话，即使自己一生都会被这种身份所困扰，也会以人类的姿态继续活下去。如果选择放过他，凑会告诉父亲不用来接他，他会退学并一辈子留在深山家照顾林乃，要父亲忘了他，独自活下去。其他还有2个彩蛋，一个是找到虚无后让林乃变回年轻时的模样，但样貌改变后的林乃精神上已经成为怪物。另一个则是凑被 UFO 吸走的结局，是一个偏搞笑的路线。以上就是空茧的剧情，接着我们来聊聊这部作品的主旨——蚕茧。你知道蚕，即使它们可以离开茧，也没有嘴巴吃东西，它们的翅膀不会飞，最后只是产卵，然后死亡。人们是他们遭受这种命运的原因。这句出自卷的句子，除了是整部作品的主旨，我认为主要就是他对于自己与林乃的比喻。要解释这个比喻之前，让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蚕这个生物。蚕是目前自然界唯一被驯化的昆虫，因为人类早期有生丝的需求，做法是把蚕蛾的幼虫为了化蛹而结的茧，经过水煮，再抽出极细的丝线粘合而成，具有相当高的经济价值。蚕经过长期被人类利用，逐渐丧失了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变成需要依靠人类呵护的生物。把商业放到它们身上，才能方便它们进食。成虫的翅膀也已经退化，失去飞行能力，它们能做的就是交配、产卵，最后死去。如今科技发达，我们有各种化学纤维可以取代昂贵的生丝，养蚕也逐渐沦为休闲嗜好。游戏中卷与林乃年轻时的深山家，大约是在1930年代，正好就是日本养蚕业相当发达的时代，所以卷才会拿蚕当作比喻。而在当时，日本的女性地位是任男人宰割，更别提是深山家这种乡下的家族。在游戏中，卷对林乃抱持着复杂的情感，从最一开始的嫉妒、愤恨，到之后充满罪恶感，将林乃视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却同时也认为林乃是一个娇怜、脆弱的存在。以被驯化的蚕来比喻林乃是再适合不过。出生于有钱人家的女性，受到尊贵的保护，却也因此与世隔绝，只能依赖家人，丧失了靠自己生存的能力。卷比起林乃虽然更为主动，但实际上从头到尾也是被自己的情感控制，造成了许多悲剧。最后讲讲我对这款游戏的一些心得。游戏内容的设计上还不错，解谜不会太无聊，不过给资讯的方式略显单调，基本上都是一直丢各角色视角的文字，中间也只有一个残机传说的故事可以稍微去联想故事背景。以我目前的理解跟查到的资料来说，好像还没有一个较为完整具体的残机形成原因的说法，还有对于事迹也没有更多解释，但基本上对于剧情吸引人的程度没有太大的影响。我觉得比较可惜的部分是剧情比较着重在几人间的爱恨纠葛，对于蚕的意象没有更多的发挥。如果可以描述更多卷与林乃在深山家的生活，或许可以让玩家更加理解在当时作为女性的生活样貌，除了会让作品更加写实，在蚕的意象上或许也可以产生更高的共鸣。此外，虽然游戏是第一人称，但我个人觉得代入感不高。以上就是空茧的剧情及意象介绍。其实这集对我来说是做的有点痛苦，我一直是个恐怖游戏苦手，为了写稿及收集画面素材吃尽了苦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不过这游戏确实是真的不错，表面上是恐怖游戏，实际上讲了一个很凄美的故事，值得一玩。所以喜欢这集影片的话，欢迎订阅、按赞、分享。这集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我是 Emil， 我们下次见。